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請訂閱頻道，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同是35歲演古偶，為何譚松韻一片好評？32歲迪麗熱巴卻被嘲。最近娛樂圈出現了一個頗具討論度的現象，同樣是30多歲的女演員出演古裝偶像劇，35歲的譚松韻卻頻頻收穫少女感天花板，毫無違和感的好評。而32歲的迪麗熱巴卻在新劇路透階段就被部分網友吐槽顯老不適合演少女，年齡更小的反而被挑剔更多。這樣的反差，乍一看確實令人困惑。但如果把目光放得更長遠一些，從外形特質、角色設定、市場審美乃至觀眾心理多重角度來分析，就會發現這種評價差異並非偶然，而是多種因素疊加後的結果。譚松韻近幾年幾乎成了少女感的代名詞，無論是以家人之名你比星光美麗，還是尚未播出的古裝新劇《蘭香如故逍遙》，她的路透一經曝光，評論區往往呈現高度一致的畫風。不少網友直言，譚松韻是真的不顯年齡，站在一群00後演員裡毫無壓力。這臉型，這蘋果肌，說她18我都信。她不是在演少女，她看起來本來就像少女。雙引號，譚松韻的優勢首先來自於她極具辨識度的幼態臉，圓潤的臉型，偏短的中庭，柔和的五官比例，再加上天然的親和氣質，很容易讓觀眾產生年輕無攻擊性的第一印象。在古偶這種本就偏向童話感、理想化的類型中，這種外形天然自帶濾鏡。其次是她長期穩定的表演風格。譚松韻很少刻意裝嫩，她塑造的少女角色更多是一種自然流露的活潑與真誠，而不是靠瞪眼、賣萌來強調我很年輕。這也讓觀眾在心理上更容易接受。有網友總結得十分到位，譚松韻贏在鬆弛感，她不急着證明自己年輕，反而顯得更年輕。雙引號，與譚松韻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迪麗熱巴在古偶領域的輿論處境。客觀來說，迪麗熱巴的顏值在內娛幾乎是公認的頂級，立體的五官、深邃的眼窩、高鼻梁、強烈的抑鬱感，讓她在紅毯、時尚大片中極具壓迫力和記憶點。但問題恰恰也出在這裡，在木須辭的路透曝光後，部分網友開始出現類似聲音：熱巴不是不好看，是太成熟了，這氣場更像女帝，不像10幾歲少女。和陳飛宇同框，總覺得年齡差被放大了。雙引號，濃顏系長相在現實生活和時尚領域是優勢，但在古偶劇中卻很容易被放大為顯老不夠少女。尤其是在近幾年古偶市場高度內卷，女主普遍設定為16、17歲的背景下，觀眾對少女感的容忍度已經低到近乎苛刻。有網友一針見血的評論，不是熱巴老，是古偶女主設定太幼，讓30多歲的演員去演16歲，本身就很魔幻。雙引號，需要強調的是，把兩位演員的處境簡單歸結為誰演得好誰演得差，本身就是一種誤判。譚松韻和迪麗熱巴本質上是兩種完全不同類型的女演員。譚松韻更偏向鄰家型、治癒系，適合成長線清晰、情緒外放、情感細膩的角色；而迪麗熱巴則是典型的大女主臉，氣場強、存在感高，更適合權謀、傳奇、御姐型角色。不少理智的網友也在為熱巴鳴不平：熱巴要是去演女將軍、女帝、妖後，誰能比得過她？非要拿她和幼態臉比少女感，本來就不公平。這是選角問題，不是演員問題。雙引號，就像讓一位擅長交響樂的大提琴演奏家去彈兒歌鋼琴，不合適並不代表能力不足。近幾年，少女感幾乎成了內娛女演員繞不開的標籤。
無論是85後、90後，甚至部分95後演員，都被反覆要求看起來要嫩。有網友諷刺道：“內娛女演員的保質期好像被鎖死在18歲，一旦被說不少女，就等於判了古偶死刑。”雙引號，這種審美單一化的趨勢正在不斷壓縮女演員的戲路空間。30多歲，本應是演技、閱歷、表達能力最成熟的階段，卻被迫困在要不要繼續演少女的尷尬選擇裡。也正因如此，譚松韻的存在，某種程度上更像一個特例，而非可以被簡單複製的模板。從長遠來看，譚松韻和迪麗熱巴的發展路徑注定不會完全重合。譚松韻或許還能在古偶領域繼續保持優勢，但她同樣需要逐步拓寬角色層次，避免被永遠的少女標籤反噬。而迪麗熱巴，與其在少女型古偶中不斷被比較，不如更堅定地走向真正適合自己氣質的女性角色。有網友給出了一個相對理性的結論：譚松韻贏在適配度，熱巴輸在審美環境。不是誰更好，而是誰更對味。雙引號，如果仔細翻看相關話題下的評論區，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真正圍繞演技展開的討論並不多，大多數爭論集中在像不像少女違不違和。有網友直言不諱：現在看古偶，第一眼不是看演得好不好，是看信不信。你讓我相信她16歲，我就願意繼續看下去。雙引號，在這樣的審美邏輯下，譚松韻幾乎是天然優勢股。她不需要刻意強調年齡，只要站在那裡，觀眾就自動完成心理代入。而迪麗熱巴則恰恰相反，不少網友評價她：熱巴一出場自帶故事感，她的眼神不像少女，更像經歷過風雨的人。雙引號，這類評價本身並不算貶低，甚至從表演層面來看，還是一種肯定。但放在古偶語境中，卻被解讀成顯老不貼臉，於是就出現了極具矛盾感的評論：她太美了，美得不像10幾歲。問題不是她不好看，是她太有女人味了。雙引號，這背後其實是古偶類型本身的審美固化。古裝偶像劇本質上是一種高度理想化的幻想產品，它需要的是青春投射，而非真實人生。一位網友總結得相當犀利：古偶女主不是女性角色，是少女符號。雙引號，在這種語境下，過於成熟的氣質反而會打破觀眾的沉浸感。迪麗熱巴的問題不是年齡，也不是狀態，而是她身上自帶的現實感太強。相比之下，譚松韻身上的氣質更偏向未被現實磨損，這正好契合古偶的核心需求。也難怪有觀眾感嘆：譚松韻像初戀，熱巴像白月光。但古偶只想要初戀，不想要白月光。雙引號，值得注意的是，譚松韻雖然在少女型角色中屢獲好評，但她也正在面臨另一種隱憂。部分網友已經開始提醒，她不能一直演少女吧？再過幾年，觀眾會不會也開始審美疲勞？雙引號，幼態臉是一把雙刃劍，它能在某個階段帶來極高的觀眾緣，但如果角色類型長期單一，也可能反過來限制戲路。甚至已經有人開始對他提出更高期待，希望他能演一些真正有年齡厚度的角色，不想他被永遠18歲困住。雙引號，反觀迪麗熱巴，雖然在古偶中屢屢被挑剔，但這並不意味着她的職業前景受限。恰恰相反，越來越多觀眾開始意識到，她真的不適合再演傻白甜了，她應該去演更狠、更複雜的女性角色。雙引號，甚至有網友直接點明她的優勢方向：熱巴去演女帝、女將軍、妖妃，誰不服？她的臉本來就不是給小白花用的。雙引號，
這種輿論轉向，某種程度上反而是一次去少女化的契機。從行業角度看，這場對比討論其實折射的是整個影視市場的結構性矛盾。一方面，資本依然迷戀少女古偶這一安全賽道；另一方面，觀眾又開始厭倦千篇一律的裝嫩。於是，演員被夾在中間，進退兩難。有業內觀眾無奈評論：不是演員不想轉型，是市場不給空間。能演少女的時候，誰都不敢輕易放棄。雙引號，在這樣的環境下，譚松韻的成功更像是踩中了審美紅利，而迪麗熱巴的爭議則是審美轉型期的必然摩擦。結語：別急着下結論，讓作品說話。目前，無論是譚松韻的《蘭香如故逍遙》，還是迪麗熱巴的《木須辭》，都尚未正式播出。路透：定妝照終究只是碎片，真正決定口碑的仍然是成片質量、人物塑造與劇情完成度。或許等到劇集播出後，輿論風向又會出現新的轉變。娛樂圈的審美從來不是一成不變的，今天追捧幼態臉，明天也可能重新擁抱成熟美。對演員來說，找到真正適合自己的角色，比迎合一時的風向更重要。而對觀眾來說，也許多一點包容，少一點刻板期待，才能看到更多元、更真實的女性形象。畢竟，好演員不該被少女感這一條標準定義一生。